这本身是谢瑶琪，他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这个是谁？不会还有第3个受害者吧？我叫吕淑婷，是琪琪的同事。哎，留个电话。我先走了。我见过他。种种证据都指向廖云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中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但是叶莹身上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这里很暗，有机械的声音。本峰的行动，找寻可疑的地方。你见过廖云生？你觉得是他吗？我们以这家诊所为中心点，排查一下周边的路口。这一次，我们不能让他跑了。喂，舒婷，你去哪儿了？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怎么样？有什么线索？还没，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凶手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模式。只要我们的推论没有错，那谢耀琪就还有机会。经鉴定科鉴定，我们在廖云生家找到那双球鞋，鞋底纹路和上面的泥土，都符合我们在蝙蝠洞的发现。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他参与过牛结核病的实验，种种证据都指向他曾经盗版发现他。廖云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受害者部分就是我们昨天在廖云生家找到那部手机的主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昨天见过的谢瑶琪的那个朋友李淑婷。我们在猪肉铺发现的头发，经过对比，确认就是谢瑶琪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怀疑是廖云生杀了叶莹莹之后，又绑架了谢瑶琪和李淑婷。我查了李淑婷手机，目前没有太多有用信息，也可能是被凶手删除了。目前只知道她25岁，双亲都不在，也没有其他家人。但是她的地址登记是在她自己名下，已经是旧资料了。房东说她好几年前就已经搬走了。谢瑶琪家里情况怎么样？就像他父母说的，落了一层灰，应该很久没有人去过了。对了，齐法医，在廖云生家找到的那根注射器有什么线索？注射器里的残留物已经鉴定出来了，确认就是漏斗珠毒素，与叶莹莹体内的一样。如果按照你之前那个台历推断，凶手在模仿蜘蛛杀人，他在杀完叶莹莹之后3天抓的谢瑶琪，那为什么这次他会提早抓了李淑婷？小苏，你马上申请给各单位发布对廖云生的协查通知。小西，你去查监控。老万，你去廖云生家附近走访一下。不对，我们去查漏斗珠。漏斗珠，漏斗珠，漏斗珠。陈医生，臭小子送我这么贵的酒啊！看到这个酒啊，想到咱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你跟李明那个时候一放学，就跑过来找我喝酒。哎，怎么样？身体最近还好吧？我没事儿，放心，石刚。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收费可是很贵的。我今天还真有事儿想要向你咨询。你说。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比如蜘蛛。你等一下啊。哎，这儿呢。你看这个，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想象成狼，然后生活习惯呢也会跟狼一样。病人呢不仅仅会把自己想象成狼，还会想象成其他的动物，甚至是昆虫。所以你刚才说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蜘蛛，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石哥，那你知道这种症状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吗？心理疾病的成因呢，它比较复杂，它不像身体疾病那样可以准确的去找到一个病灶点。但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基本上是基于病人这个大脑神经活动异常所导致，然后诱因呢，往往是因为什么心理创伤、原生家庭、过度用药，甚至是毒品。你说人有时候真的会分不清幻觉和真实。这些病人啊，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编造出欺骗大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感受。季主任，廖云生家大鹏找到的书籍资料都在这里了。蜘蛛交配时，雌蜘蛛有杀死雄蜘蛛的行为。漏斗珠从交配到产卵，平均需要13天。13天。
你是说，他想要自己产卵？行，把图片发过来。其次就是说，他从廖云生家找到的资料来看，凶手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蜘蛛。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珠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所以，他把受害者捆成一颗卵。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漏斗珠毒性很强，肯定不敢卖。出了事儿算谁的？这儿附近卖蜘蛛的就你一家吗？对，方圆100里就这家。这个人见过吗？他叫廖云生。没印象。有会员资料吗？我做传统经营，没有电脑，只登记让我送货的客人。老板，漏斗珠如果它原本栖息的地方被人破坏，会怎么样？那他肯定会重新找个地方织网啊。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那肯定得上价值啊。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我反正给的挺多的，就这钱来得快，他花的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的。大海，我们查了张文静的银行流水，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那个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就我这么说，你就是能明白哈。那个各位领导哈，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灯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行了，坐下。今天先到这。好。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张文静案，当庭海苑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哥吗？他被换了。啥时候？3年前。为啥？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铺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哎，许雪，你人在哪儿呢？我在我嫂子家呢，我来陪陪她。洪亮是不是也在？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他才到啊！跟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许雪，人家是同学，人就过来。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谁呀？我们局长。咋知道我来了？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许局怎么不知道呢？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庆河。我来你嫂子家，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那多吓人！不是，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啊没把门。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纯属有侥幸心理，还有劲儿呢。区区给您打了好，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宿棍呢。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哎，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李检啊，忙吗？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行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呀，省指导组的洪亮，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洪亮去乔振兴家了？他毕竟是省院市一部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合适。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需要我们回避吗？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外头呢？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来送个白包来了。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我也给你补上。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11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妨碍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这洪亮这。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回去继续阅卷吧。哎，先吃饭，先吃饭。都准备好了啊，都在挨着等啊。李仁俊是吧？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尸检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赚支付的，我也赚支付的。不说了，你别为难我，给您添麻烦。风，哎。老侯，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哪天？出事那天。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上了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你给你爸打个视频，问他喜欢哪个。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那你就给他打电话，你问问他。我问啊。这个呢？这个呢？行啊，谢了。啊，多少钱？你给打4个电话，他都给我挂了。买了吗？买了。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写的啥呀？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放下。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那天中午11点35。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小花，你在方便吗？喂。喂，老黄，你在忙吗？喂，永清河远吗？喂，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已经背得狗瓜烂熟了。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别自由发挥啊！王总，王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啥事儿？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这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你想咋赊？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1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你让我赊赊行吗？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1年。这啥意思呀？还赊吗？找干嘛去？赊，再赊。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妍，你把张文京有关万海案的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好，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好。
洪组长，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吊唁，就纯同学身份吊唁。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小孩啊，不是。因为我吊唁，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完了 ，ATM 机取钱，他陪我去的。取多少钱呀？还得有人陪着。1000。你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现在知道了。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我麻烦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我是一个公民啊！我公民你来的时候领导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摸摸情况。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吗？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你是不知道今天李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我知道他态度干什么。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哎呀，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那个王玉啊，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凯尔基呢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欺霸市，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几个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儿，这么不给面子吗？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有啥好见的呀？你确定啊？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我也干什么？哎，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也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京让身边人啪嚓的呱就给我吊起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一直吊着，一吊了我1个星期啊！我1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王玉，说啊，你先别激动，坐下吧。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王玉，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京。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说给我吊死。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就吊我那厂房啊。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说又让人。万海、张文京，还有刁文几个孙子。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主导了，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王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来，王玉，喝口水，好好想想啊，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这水还挺烫。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不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哎，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这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去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街路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汪海，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没有。黑线历史，谁不外传？是这个，别动！别动！黑线历史，谁不外传？喂，110吗？我报警。你们抓错人了，抓我们干嘛呀？你们抓他们呀？这边，他们是危险的人，我们的帅气全被他们坑了。还有警察，我们冤呐！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抓他们去。大家这边，陈有才，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的这么5迷3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10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
我真的不清楚，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对，有个，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张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能不能喝口水？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准确。无误。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傅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因为你们想让他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咱们谁是黑社会啊？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京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张文京，你女儿挺可爱的。你说啥？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你要干啥？幼儿园4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谁让你？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你要是敢动我女儿，那肯定。你不乱说，我不乱动。黑社会，因为这帮黑社会，
我女儿也是一个3长的。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我去你！管家打架呢！你这么吓人的！你来这里干嘛？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责任。你还替他辩护吗？我他为什么打架？我什么都没做，他打我。老实点，把话给我递出去，试试。走。嫂子，海东省第2医院内科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小心啊，哥，这老滑了。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来，小心！前面，就这儿，就这儿，哥。我哥当时的脸正好是瀑布下面，这冰溜子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市警的留的大医生报的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出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发回局里去做了尸检，口鼻中检测出粉红色血样泡沫，水性肺气肿，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了。那2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怎么下来的？上游有个水库。离这2公里，带你瞅瞅去。好，哎，谢队。我是万家灯火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应该的，应该。 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敬酒。吴小天跟万总说，那个刘贵又来了。来，请进。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来，坐。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给表现成直门了。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张文清找到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慧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啊，那个，是因为我问你话呢，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我想想，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你干嘛？怎么了？这是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我可没碰他，还打人！不是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我们的群里有录像。少来这套手！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当时呢，这个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着。他们到的时候，电瓶已经没电了。当时车是锁着的吗？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也只有我哥一个人之外。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吗？有，他的公文包、眼镜、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用的白酒瓶子，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之外。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得喝酒。我就喝他酒精过敏，这样我喝行吗？来，没事没事，我有一把羊镐，就在冰洞这位置。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指着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羊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哎，老黄，你现在方便吗？喂，
喂，小峰，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1小时。哎，许局，李姐啊，是这样，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不是，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我们这块儿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个心理准备。行，先这样吧。李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许阳，我给我打电，你是怎么知道？李姐，咱们东平市才多大个地方，这事都传遍了，这事弄得沸沸扬扬的。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案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就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你，那我去了啊。